界的月，与灯火无眠，浓浓夜色模糊你的脸。我一念之间，轻剑一线，缘分缠绕成了结。此情无解，君心冷如铁，怎敌你明媚笑颜？堪比那夜空的烟火更耀眼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此生与你遇见是上上签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将情缘慢慢写。此生唯愿千秋聚一眼，青丝熬成白发，不负流年。此生唯念花好月儿圆，一起去赴约沧海和桑田。此生唯愿海波一若山，看四季变幻，定情花缠绵。此生唯念此情永不灭，胜却这世间繁华万万千。阿宇，我这几日去雪无院见你都睡下了，我也没敢打扰你。你现下感觉如何了？一直困着我的婚约没了，自然是神清气爽，舒心顺意。我眼下唯一的夙愿便是拿回我的罗氏祖产。不过这往日种种也让我想明白了，招赘只会招来麻烦。既然此事不通，那我便另辟蹊径。见你如此，我便放心了。对了，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你来越州女扮男装，也是为了躲避亲事。不如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将你这婚事也给解决了。我的没那么好解决。哎呀，只要不是皇上赐的婚，都好办。我逃的正是与长夷王的婚事。什么？不好办的那种。你与长夷王有婚事？这皇家的婚约你都敢逃？哎呀，快跟我说说。因为陛下和殿下赏识寒门学子，想借着这门亲事与我父亲结交。我逃婚到现在没有被追究，估计也是看着我父亲的面子。那你在陆府几次遇见长夷王殿下？他可有发现你的身份？那没有啊，我隐藏的可好了。他呢，只当我是陆府的教书先生周子波。这婚事确实难办，没想到长夷王这种谦谦君子，居然也做出这种逼婚之事。哎，我先前也是因着这桩婚事，以为他是那种不顾别人感受，只为了自己的伪君子。但是最近我与他接触，发现他并非是这样的人。所以，我想他日后如果知道了我的身份，应该也不会对我如何吧。杨凌，你不会对他当然，长夷王殿下是可看大任之人，我自是想做他的幕僚。我都已经想好了，我呢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周子波的。罗娘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们两人，我是来要酒菜的。对，要酒菜。诸位娘子来是也想要酒菜？不，我们并非为了酒菜而来，只是总听郎君们说这周先生有趣，所以也想来看看。对。
娘子们请慢用，吃好喝好。大家恐怕不只是来看周郎君的吧？只是忽然想起来，不久后便是花神选了，这段时日，周先生总该给郎君们减减课业吧。我们也没别的想法，就是这花神选1年1度，是不是可以？哎呀，他们就想约郎君们一同游玩，还望周先生知无不言，能否将郎君们的喜好细细说与我们听听？好，这花神选是何物啊？郎君，花神选又请您去做判官了。不去，退了吧。郎君，今年的花神选判官您又要拒绝啊？我都不好意思回了，你知道吗？堂堂陆三郎，当真是难得一见呐。这越州最大的盛事，年年邀请，你年年拒绝。花神选是全越州世家娘子们最看重的盛会，1年1度。若是能取得优胜，便能在越州扬名。不仅如此，花神娘子还能获得皇上钦许的一个愿望呢。皇上钦许，任何愿望都可以？当然。若是能得到陛下钦许的愿望，拿回家产的事情定能迎刃而解。真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才能让你出山呢？阿蛮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不喜欢凑热闹。郎君，你要不再考虑？好，我走了。雪晨，你今日找我来，所为何事？之前我们不是苦于没有理由进入范家搜查吗？既然那日范清晨在众目睽睽之下行恶劣之举，这岂不是一个绝好的借口搜查范家，彻查消食之事？你是想借此机会将范家彻底铲除？终究我们还是太谨慎了，留他那么久，竟又惹出祸端，还害无辜之人频繁受到牵连，不能再等了。真没想到啊，我们一向远离尘俗的陆三郎，也有为伊人牵绊的一天。不过这花神选名额有限，一府只能有1人。我说罗娘子，你就别痴心妄想了，你只是陆家的表亲，怎会得陆家举荐呢？而且，就算你能拿到名额，自从陈娘子参选以来，这历届的花神娘子都被她包揽了。陈娘子才情绝佳，是越州城有名的才女，更何况她是相府嫡女，罗娘子，我们比不得的。大家分明都各有长处，何必如此妄自菲薄呢？罗娘子说得对，在下虽与诸位相识不久，但却也发现了诸位的出众之处。这世间女子嘛，本就有聪慧伶俐者，活泼灵动者，读书万卷者，蕙质兰心者，有勇有谋者，沉静娴雅者。君我是南越公主，但如今，我想尽力保一人周全。正所谓千娇百媚，各展芳华。正是，大家分明对花神选心驰神往，却要因还未到来的失败而畏手畏脚，岂不可惜？阿谀和周先生见解独到，果真与众不同。公主谬赞了，诸位娘子也别愣着了，不妨尝尝我这的茶点合不合口味。无论如何，这花神选
我罗令鱼定要参加。娘子慢点。阿桃，多谢你送我回来。阿宇，你当真要去参加花神选吗？如此良机，为何不去？真羡慕你，敢想敢做，不像我。阿桃，你也想参加花神选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又没什么才艺，花神选上都是才貌出众的娘子们，我去了也会被嘲笑。阿桃，你总说羡慕我的自在，其实你也可以成为自在的人。任何改变，最重要的就是迈出第一步。参加花神选，便可以是你的第一步。别人的表现和目光，对你而言，难道比自己的心意还重要吗？阿桃，去做能让你开心的事情，成为你想成为的人，如此才不会总耷拉着嘴角。谢谢你，阿宇。那我先走了。娘子，你劝宁平公主去参加花神选，不是给自己增加对手吗？我参加花神选，又不是为了赢过谁，也不是为了证明谁更好。只要自己够强，又何惧对手是谁呢？放心吧，我相信自己，只要全力以赴，定能夺得桂冠。别说桂冠了，你连花神选的门都迈不进去。方才娘子们说，花神选看重出身，名额有限。我们要如何才能参选啊？你瞧，陆府不是有一个名额吗？正好殷婶婶在外头游玩回来，咱们去看看她。对呀，走。这每年最难的呀，便是给母亲选礼物了，得合她老人家心意。婶婶，令鱼虽不是陆家本家娘子，但我也想参加花神选，为陆府争光。婶婶，您就帮我跟老夫人说说嘛。陆府的本家娘子虽少，但表娘子却不止你一个，为何偏要选你呀？因为婶婶的侄女就只有我一个呀，唯有我承袭了婶婶的才华和聪慧，定能在花神选上取得佳绩。你呀，惯会哄我。哼，哎，这是我寻名师画的画，你瞧着如何？山峦叠嶂，仿若仙境，送给老夫人最为合适。把这个包起来。是。这寻常女子啊，都是想寻个好人家嫁了，日后有个倚仗。你怎么偏不一样？令鱼就想凭着自己的能力，在这越州城中搏一把。若是努力到头也无用，令鱼再想别的出路。你小小年纪，竟有这等想法？这不是殷婶婶您教的好吗？罗娘子要花神选的名额，罗令鱼要参加花神选吗？母亲，咱们陆府这么些年来，虽然也有表娘子去参选花神，却次次都名落孙山。鱼儿既然有心，不如就让她试一试吧。她多才多艺，又有玲珑心思，说不定啊，真能夺个花神回来。原来这就是他自己要踏出的路。三郎，你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云儿啊，罗娘子的事情，你怎么看？祖母，小姑说的没错，罗娘子中山献艺，技惊四座，参宴者无不惊叹。若她能以陆府的身份参加花神选，定能为陆府增光。
这么些年，祖母鲜少见你夸人，尤其是娘子。显儿上次落水时，你就夸罗娘子品行端正，心地好，还待人礼让。这次又夸奖罗娘子才艺精湛，真是少见呐。祖母，孙儿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是不是，小过？是。罢了。既然你们二人都这么说了，我要是不同意，显得我不通情达理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花神选怎么样？我可得好好帮帮他。陛下，衡阳王来了。宣，儿臣参见父皇。免礼。谢父皇。老五啊，朕听老七都说了，那范家里通外国，又纵容其独子为非作歹一事，你处理得不错。身为皇子，以身作则，秉公处置，倒是颇有几分你父皇我当年的风采啊。谢父皇。陛下，礼部将今年花神选的名册呈上来了。哦，快快拿来。唐儿今年也会参选啊！难得见他这般主动，我定会去为他捧场。好啊，你正好也能与各位娘子相看相看。你七弟都已经与人订婚了，你这个作为兄长的，至今未能婚配，这怎么说得过去呢？虽未婚配，可儿臣心有所属。哎，心有所属又有何用？还不是孤家寡人一个。今年陆府也有娘子要参选呢。罗令瑜，看来是位新起之秀啊。父皇，花神名册可否借儿臣一看？好，告内侍。殿下，罗娘子也要参加花神选，看来罗娘子已经没事了。罗娘子，你一怒冲冠为红颜，就是为了她？这心有所属，也是他吧？是。父皇有所不知，罗娘子在中山宴上准备了一场离火踏歌的表演，为镇守在边疆的将士们祈福。镇北军中无一不为此动容，所以儿臣认为，罗娘子必得花神之名。既然你对这个罗娘子如此有信心，那敢不敢与朕打个赌？赌什么？不管谁家娘子今年夺得花神之名，朕都将她赐婚于你，作为你的王妃，如何？父皇万万不可！儿臣心中只有罗娘子一人，若是赌输了，父皇岂不是要断送儿子的终身幸福？在战场上也没见你怕过什么，如此看来，这个罗娘子也没什么真本事嘛。如今迈进了花神选，就得置办一身好的行头，只怕是10两银子都打不住，还得要请老师，又是一大笔开销。再加上罗娘子，三郎君，喂，等等。听闻罗娘子要参加花神选，是想借皇上的愿望娶回家产？是，我之前和三郎君说过，我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。
如此也好。罗娘子第一次参加花神选，若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随时来清苑问我，一点也不麻烦的。三郎君的好意，令鱼心领了。花神选一事，令鱼可自行解决，就不劳烦三郎君了。三郎君还有事要忙吧？令鱼先行告辞。其实我，你我两清，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这样我都有点不习惯了。郎君呐，郎君，你怎么就不能直接跟罗娘子说，你刚刚在老夫人面前替她说了话呢？她想做的事，我自然会帮，有什么可说的？可如今有了花神选，罗娘子便不需要你了。哎，这日后你有什么由头去找罗娘子？她不需要我，我需要她不就行了？啊？哎，郎君，等等我！怎么是你啊？罗娘子，我房间的砚台被锦川摔坏了，可否借你的医药？三郎君稍等啊。啊！你怎么又来了？抱歉又打扰了，我房间的纸又被锦川撕坏，可否借你的应应剂？哎，不是。锦川又弄坏什么东西了？笔。都怪他。怎么样？超帅的。记住了，一会儿你就说都是我弄坏的。贾月音。我家娘子说了，三郎君的东西都是贵重物品，丢了怪可惜的，坏了还是先修修吧。工具都在这儿，给您。再见，三郎君。哎，等等。三郎君，我家娘子还说了，实在不行还是把锦川给换了吧。弄坏这么多东西，找个谨慎的人也值当些。你家娘子可在家中啊？我家娘子今日出门学艺，为花神选做准备呢。早出晚归的，三郎君还是不必担心了。三郎君再见。郎君，那这桌子回去修去吧。哦。也不知他会学什么艺去参加花神选。锦川，这样，明日你去贵坊取些银子，把越州城里的歌坊、乐坊、舞坊全都打点一遍。他若是过去学艺，那就拒绝他呗，然后他就会找郎君来帮忙了，让他们少收点银子。啊？哦。吴哥，七弟这是又从御书房出来，跟父皇说了什么我听不得的事？臣弟最近在调查走私消食的商贩，前些时日，方抓住一个给北楚牵线搭桥之人，此人，五哥恰好也认识。你有话就直说吧。消食最后都流向一处，朔州范家。范家乃是朔州首富，又是皇上，怎会为了这种蝇头小利通敌叛国？范家通敌叛国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父皇已经下旨对范家抄家彻查。吴哥，朕北郡跟范家往来多年，你对此事可是一无所知？军需之事，向来不需要我亲自打理，都是
难道跟孔先生有关？七弟若是想用此重伤我，不需要这么大的圈子。臣弟绝无此意。此事若真有范家所为，我定绝不姑息；但若有人从中构陷，我也绝不轻饶。此事还望七弟查个水落石出。我定会查明其中真相。殿下，你不是要去礼部吗？怎的来我这儿了？我今日是去了一趟礼部。哦，殿下，你这是有心事？啊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今年参加会试的寒门学子变多了，士族们又颇有微词，士族们的势力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我又不能不管不顾。但是如果顾及到士族呢，寒门弟子入仕的机会又变少了。哎，子波，你有何见解？正好，我这今日在做杨枝酒饼，不知殿下可否先帮我一个忙？当然。你衣服都脏了。多谢殿下。我这面有点干了，殿下帮我加点水可好？行。殿下，你这是？哦，我怕加多了。无妨，你放心加就是了。水多的话再加面。哦。哎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你看啊，这士族呢，就像这水；寒门呢，就像这面。水多了便加面，面多了便加水。啊，不过不能一蹴而就，须得啊因势而为。那。我明白了，殿下果真聪慧。今日啊，果然没白来找你。平日里这些知乎者也听多了，还不如看你做一次杨枝酒饼。子波，你总能让我豁然开朗。殿下。殿下，能否让我做你的？做你的幕僚？幕僚？殿下不愿是吧？不是，我当然愿意，我愿意。真的？那子波，便多谢殿下了。那今天就是我成为殿下幕僚的第一天了。这杨枝酒饼一定要好好做。不对，再给殿下加一道菜，就韭菜炒鸡蛋如何？韭菜炒鸡蛋，杨枝酒饼。啊，我爱吃韭菜。那就好。哎，子波兄，你这一个饼加这么多馅儿，你小心露馅了。没事的。那我帮你弄个大一点的。好。你看。你鼻子。你看。
殿下，殿下怎么来了？今日我是来给罗娘子送东西的。上次你说玉簪易碎，便不敢随意带出门，我便多选了几样，一并带来给你。以后不用这么小心了，碎了便碎了，换一个就是了。这礼物实在是贵重，令鱼不能要。你要参加花神选，这些肯定用得上。殿下如何知道我要参加花神选？我在父皇入选初赛的名单中看到了你的名字，便想把名帖拿来给你，想第一时间告诉你这个好消息。衡阳王殿下竟如此挂心，令鱼感激不尽。罗娘子，参加花神选之事，可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？可否需要我请宫中的舞姬助阵，或是请乐人伴奏，或是其他任何事情，我都可以。殿下若是信我，便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管安心回去。至于花神选，令鱼定会凭自己的能力夺魁，拿下花神之称。只是这礼物实在贵重，范清晨之事多亏了殿下帮忙，本应该是令鱼带礼物登门道谢，怎么能要殿下的？解决范清晨的事情，本是我答应你的承诺，自然要兑现。至于这礼物，罗娘子再送我一份谢礼，我们之间便扯平了。谢礼？哦，令鱼出门匆忙，也未带什么，这是我亲手做的通草花，殿下若是不嫌弃的话。罗娘子的东西自然是最好的。今日可是要出门准备花神选？正是。那我便不耽误你了。谢谢。罗娘子，花神选，你一定要赢。这个罗娘子也没什么真本事嘛，赌就赌，罗娘子绝不会输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寻梅局那么多舞娘，个个当红，罗娘子怎么偏偏找上我来？七娘不必过谦，像您这样的大家，令鱼生怕被旁人抢了去，便是让我来半夜等着，也是使得。不过娘子既然找我，便知道我这人是认钱不认人。你出多少钱我听听。罗娘子，不是我自视甚高，就你这点银子，在我这儿连红温酒都没得喝，你还想让我教你跳舞？七娘此言差矣，令鱼此番前来，为的不是我自己，为的是你呀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唉，你这七盘舞虽盛名在外，但终究阳春白雪，难免曲高和寡。这一锤子买卖的事儿，哪里能长久？若是七娘愿意帮我夺得花神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口气倒不小，可这花神岂是你说当就能当的？七娘可听说过中山的离火踏歌？可是当日衡阳王殿下接风宴上的那支舞，看来七娘的消息还算灵通嘛。那你可知那是谁跳的？不错，正是本娘子。这离火踏歌虽是北地的舞，但经了我之手，在越州照样脍炙人口。花神选这么好的机会，
只要将棋盘舞稍加改动，又何愁没法从世家的眼里走到所有人面前啊？只要咱们珠联璧合，花神之位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到时候这门路一打开，只怕不管是看客还是慕名而来习武的，都要把这寻梅居给踏破了。日进千金，又岂是空谈？我一日最多给你2个时辰，多了要另外加钱。没问题的话，签下这个契约。殿下，这只不过是朵假花，值得您这么开心啊？你不懂，这代表罗娘子对我情意匪浅。可罗娘子并未提半个情字，这真情您是怎么琢磨出来的？君子论迹，他为我办宴是真，离火踏歌是真，如今又送我这永不凋谢的通草花，代表我们之间的情谊永恒持久。待花神选之日，我定会带上他前去。跟父皇的这场赌，我一定要赢。这位郎君既已醒来，剩下的只是些皮肉伤，再休养2日便可无大碍了。有劳了。锦川，哎，送送大夫。好嘞，大夫这边请。命挺大呀。没事就好。这几日你暂且安心在寻梅居中养伤，别的事就别管了。郎君，我之前探查到范清晨在找到王楚明，此事可有消息了？我已经托阿蛮差人去打听了。我已查明，只是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此人身份确实不简单，他就是当年镇北军中唯一能解开阴书之人。有消息称，他10几日前离开了西郊的小梅村，如今的下落不明。恐怕是范清晨的到来让他察觉到了危险，匆忙躲了起来。阿蛮，我们必须赶在幕后之人之前找到他，以免被人灭口。对了，今日我找你来还有一事，他们搜查范府时，确实搜到了好多还未运出的消息，范家主当场自尽。自尽？你悠着点，他们背后恐怕有更大的势力，才会让他如此惊惧，不惜自我了断，也要将萧氏之事彻底了结于此。先前我在宫中碰到五哥，以范府之事试探，他果然如你所说，对萧氏之事毫不知情。看来这幕后之人连他也算计进去了。不错，河阳王手握镇北军，他若是被有心之人利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咱们与他之间的误会啊，还是趁早解开为好。我已经派人请他过来了。郎君，你累了吧？要不要休息下？哎，郎君，玉儿妹妹，当真是好狠的心啊！可我为什么就是放不下你？我一定会再找机会把你带回我的身边。
军小心！是谁派你来的？你们知道的太多了。成花相融，爱超生，爱没人，更爱自由。夜明珠或千金愁，全都不如拿来换杯美酒。我负几支离，却能够反手就扣住命运的咽喉。想成为我对手，抱歉你修为不够。别说天长地久，我不敢消受，别再手插苦斗，爱过期不候。靠边站，靠边站，共情人人，一个你怕死你，我想一想。如果你太无聊，我看不上，离开你我照样活得漂亮。靠边站，靠边站，共情人人，放轻松，慢慢来，别太紧张。爱就爱，恨就恨，没得商量，莫辜负来世上走过一场。遇上一种花相融，爱超生，爱没人，更爱自由。夜明珠或千金愁，全都不如拿来换杯美酒。我负几支离，却能够反手就扣住命运的咽喉。想成为我对手，抱歉你修为不够。别说天长地久，我不敢消受，别再手插苦斗，爱过期不